係各位網友，今日係9月27號星期五，咁我就要講一啲呢個八卦嘅嘢啦。咁我係詳細啲睇咗呢個新世界嘅數。嗱，嗰個八卦嘅嘢呢，就係鄭志剛終於辭任行政總裁。其實佢亦都退出咗呢一個新創建同埋周大福。佢喺呢一個新世界係繼續做非執行副主席，佢老豆係執董主席，佢就非執行副主席，就即係咧就唔返工嘅，開董事會嗰時咧就出席下嘅啫。其實等於咧係俾一個台階佢落嘅，即係咧佢退出家族事業啦。咁呢個就非常之可惜啊！佢今年係44歲，即係正當成年。咁就係早幾個月，就係鄭家純講咗番説話，話呢一個邊個管個家族事業咧，就睇邊個有能力。嗰刻咧，我都知道鄭志剛其實嗰個咧係放風，等鄭志剛咧就係下台嘅，等大家有心理準備嘅。好啦，今次下台嘅形式，咁你知啦，佢哋始終都係兩仔爺嚟嘅，就留咗啲面嚇，留咗啲面，呢個係嚇。咁就係呢一個係話佢係自己辭職嘅，因為佢個生涯嘅規劃係改變咗。咁佢以後咧就會做多啲社會事業，即係咧。做我認為世界上講出嚟最有地位嘅事業，就係做 philanthropist， 做慈善家。你冇錢做咩慈善家？真係，因為你唔需要揾錢嘅人先做慈善家係嘛？人哋問你做咩職業？我係做 philanthropist。咁呢個係最有身份嘅嘢嚟嘅，呢個。咁就係服務社會。佢係有一部分股份直接繼承咗嘅，佢當然係依然係一個繼續好有錢嘅人啦。咁樣，咁而鄭家純咧，亦都多謝鄭志剛多年以來嘅貢獻。好啦，嗱，我跟住落嚟就會講，究竟新世界嘅處境係點樣樣咧？咁樣樣，新世界就係爭緊2000幾億債，爭緊2000幾億債。咁咧就係有幾百億就係呢一個永續債嚟嘅。永續債係唔係債咧？咁樣樣，呢個永續債係債啊，還是資本嚟咧？咁呢個就點？其實咧，佢原理上咧，accounting 佢係當係資本嘅，但係咧佢就要呢一個，如果永續債冇錢派息咧，其他就唔會有錢派息嘅。首先你要明白。短期內，新世界係有百幾億嘅現金，有200幾億嘅銀行拉喺度未用，總共有460億。佢一年內要還嘅錢咧係410億，原理上佢係足夠 cover 嘅，足夠 cover 嘅。咁呢一個就係我哋睇下新世界啲債做幾多錢先。咁呢個就係新世界嘅 situation。但係我講嗰個真正嘅危險度喺邊度呢？就係如果香港嘅商業樓宇嘅鋪位同寫字樓、商場嘅價錢繼續下跌，而大陸嘅樓市企唔穩嘅話呢，咁新世界就有啲危險啦。因為呢，就係佢其實佢賣咗新創建之後啊，佢呢條數係賣咗新創建之後。收翻幾百億翻嚟，賣咗新創建之後呢，就係都係咁多負債。咁我要研究嘅就係，究竟鄭志剛係唔係應該對呢個新世界喺而家嘅財務困境中負責呢？呢幾年新世界嘅股價跌咗80%，佢係咪要負責呢？嗱，其中一樣鄭家純就係話呢一個點解呢一個？其實點解要鄭志剛下台呢？因為新世界股價跌咁多，即係嗰啲投資者對佢冇信心，
啲基金咧就對佢冇晒信心啦。咁好啦，講到呢度咧，我哋就 refer 翻去一下鄭家嘅故仔，同埋鄭志剛做咗啲乜嘢。你要知道呢一個鄭志剛係鄭家純嘅大仔，鄭家純個老婆係個醫生嚟嘅。咁咧就係佢有3個仔1個女。鄭志剛咧係大仔，鄭志文咧就大女，然後就鄭志和同鄭志明同鄭志良。鄭志剛個爺唔係咁錫鄭志剛喎，個爺最錫嘅咧係鄭家誠個仔，因為咧鄭家誠好唔生性啊，成日搞啲女明星，一早離咗婚，咁於是咧嗰個孫咧就跟呢個阿爺大嘅，咁所以咧就係好得到寵愛。但係鄭志剛13歲就去外國讀書，哇都好慘！13歲就去咗外國讀書 ，Form 1、Form 2，然後咧佢讀書好叻嘅，真係入咗哈佛。入咗哈佛咧就讀完書之後咧，佢哋走去讀一個藝術嘅博士。2000幾年就翻去呢個新世界，就係呢個人非常之勤力亦都非常 social， 非常之隨和。但係咧，佢好似好多富二代一樣咧，佢覺得早輩嗰啲人咧係唔即係太過冇品味啊，做出嚟嗰啲嘢唔夠高級。嗱，幾個人嘅仔女都有呢個問題嘅，其實係國家嗰啲又係嘅。呢個我聽講話恒隆陳啟宗個仔亦都係嘅，啲嘢盡量做到盡善盡美嘅。咁佢因為佢後來咧讀過藝術博士，佢就發明咗世界第一個將人民、保育、藝術同埋商業合二為一嘅，就整個 K100出嚟。K100咧就係第一年就賺錢啦。佢阿爺因此就好睇得起佢，就隔代指定咗由佢接新世界嘅。好啦，呢一個佢嘅表現好好，所以咧佢係等於係康熙就指定咗乾隆將來做皇帝喎。呢個係歷史上所傳說嘅，呢個就係。尤其是鄭家純咧，就又中咗風，唔能夠翻工。咁於是唯一可寄予重任嘅人咧，就係鄭志剛。而鄭家誠個仔咧，又係唔爭氣嘅。於是主要就係鄭志剛係指定咗繼位者。到2020年嗰陣時咧，就係佢就接任做副主席兼 CEO 啦。呢個你要明白。我睇下佢要對於新世界目前嘅處境要負幾多責任呢？佢嘅債務喺佢期內咧係多咗500-600億。佢做咗乜嘢呢？第一佢做咗 K100 咧嗰個品牌做出嚟咧就係點都使咗百幾億㗎啦，就唔計個物業價錢，使咗百幾億，就係喺香港同某啲地方做咗 K100 嘅品牌，唔係 K11，對唔住。我講錯咗 K11， 乜嘢叫 K11咧？就係其實鄭嗰陣時嘅鄭裕彤係有11個孫，即係佢係 next generation 嘅意思。K11，我對講錯咗。咁咧就係再延展 K11，又做酒店又成，咁咧係使咗百幾200億啦。第二啟德嘅運動城使咗300億，呢個係。而家就開始營業啦，就嚟開始營業。佢係香港最大嘅演唱會嘅場所，係有3萬至5萬人嘅，係完全冚過紅館嘅。呢個咧係即係平時做下體育啦，但係可以做演唱會啦。就係香港嘅盛事就有呢一個啟德呢個體育園。呢個咧我覺得
以鄭家嘅經營哲學嚟講咧，佢哋好中意做呢啲嘢嘅，就即係同政府合作攞咗個經營權。嗱，鄭裕彤出名係個善於同政府打交道嘅商人。佢譬如話呢個南煙通笪地變咗九龍嗰個麗晶啊，嗰笪地咧，即係呢個新世界中心啊，嗰笪地咧，唔係就係要同政府講呢個改變用途換翻嚟嘅咯。本來嗰笪係貨倉用地啊嘛。然後當然最出名嘅就係會展一期同二期啦，都係同政府攞咗個經營權翻嚟，佢負責起嘅，然後攞咗個經營權翻嚟。睇呢個咁嘅思維下邊，佢用300億去做啟德，呢個係繼承咗家族嘅事業，我覺得係合理嘅。呢300億一樣嘢，當然我認為唔合理啦，就係做機場嗰個航空中心啊。嗰個咧就係一個龐大嘅展覽同埋演唱會中心，喺機場呢一個咧係使咗200億落去，然後咧佢又喺呢個長沙灣買咗3笪地，使咗112億，呢幾條數夾埋，你就知道佢嗰500-600億係點樣使㗎啦。其實就係佢有冇大量投注喺中國咧？係冇，但係佢亦都犯咗個好致命嘅錯誤，就係嗰個有幾棟樓佢咪起咗出嚟嘅，然後發現啲石屎唔合格嘅，要拆晒佢嘅，要拆晒佢，因為如果唔拆晒佢咧，就變咗係廉政案件嚟嘅咯。佢決定唔追究責任，拆咗佢，就係 mismanagement，你知唔知啊？管理不當。如果一證明有人貪污，起咗啲唔合格嘅樓出嚟俾政府去驗樓，就變成咗刑事案件，就好多人坐監。所以咧，佢就賠翻晒啲訂俾嗰啲人，然後咧就去拆咗棟樓，重新起過。當然咧，剛啱個樓價跌，重新起就好大鑊啦。我睇一個佢嘅而家上嚟咧，就邊個接佢位咧，你就會明白新世界嘅經營嘅方法，就係嗰個馬紹良咧，就係前發展局長，又揾前發展局長入去新世界做呢啲咧，就係政商勾結最明顯嘅嘢嚇。呢一個係因為發展局長就係管 development 噶嘛，呢個梗係容易搞啦，啲嘢係咪啊？呢個容易攞批准啦。咁呢個鄭家純咧就有講，就係佢哋可以俾街外嘅人做嘅，喺呢一刻就係唔會俾佢嘅二仔同三仔做。二仔鄭克明呢個人讀書冇咁叻嘅，我睇見佢咧就做咗新創建，佢負責新創建。個三弟咧亦都係就進入咗周大福。個大隊呢一個就係負責做酒店業務嘅，每個人嘅分工咧都詳細嘅。大約嚟講，就係新世界就 under 馬紹良，其中一樣嘢佢估唔到嘅咧，點解會有今日咧？第一就係嗰個香港個經濟向下坡得咁嚴重咧，佢睇唔到。第二，擴充嘅債務，我覺得非常受爭議嘅，就係啟德呢300，唔係就係呢個赤鱲角呢300億係咪要使？同埋咧，佢冇意識到，好似李嘉誠咁要監平監賤咧去劈樓，佢冇做到。3樣嘢加埋就冇做到。咁就係，但係基本上佢係唔係一個 qualify 嘅領導人咧？佢其實係 qualify 嘅。我話俾你聽，鄭家純咧係後期好冇心機做生意。我真係唔明白。我1990幾年嗰時同鄭家相當多來往嚇。我舉個例，我係買咗佢喺大埔公園嗰間瓷磚廠，佢就應承喺大陸幫我買瓷磚。其實去到咁樣嘅，我就跟佢哋翻去視察大陸啲地嘅。呢個係咁，呢個基本上呢個係幾億嘅 deal 嚟嘅。我同佢做咗個幾億嘅 deal。咁就係我個個月就去揾阿鄭家純食飯嘅，喺新世界中心嗰度食飯嘅。其實係咁。我好驚訝嘅，鄭家純咧對於生意好，佢早期咧一接任嗰陣時咧就大力發展新世界嘅生意，買咗 Marriott 集團，結果咧就負債過百億，佢做咗 Managing Director，就要
就要咧呢個鄭裕彤出嚟接翻任嘅，即係佢燉翻冬菇嘅。而家鄭志剛燉冬菇咧就似佢當年燉冬菇一模一樣，但係咧只有分別咧就係咧鄭裕彤兩個仔，呢個鄭家誠太過唔生性啦，成世都花花公子，結果都係要用鄭家純。咁就係我係非常驚訝嘅，即係鄭家純咧係更加多 attention 喺夜晚鋤大 D 上面啊！即係翻工咧就係約腳鋤大 D，鋤大 D 咧佢一晚可以贏300幾百萬咁啦，咁呢個就係佢私人噶嘛，公司啲嘢咧就係冇咁緊張嘅。咁就同埋咧90幾年嗰時咧，我同新世界有瓷磚啊嗰啲交易啊嘛，雲石交易。其實鄭家純咧嗰班同學係完全控制晒整個新世界嘅，係佢嗰班嘅舊同學。大部分新世界掌權嘅人咧，都係佢嗰班舊同學。鄭裕彤中咗風之後咧，嗰班老臣子冚唪離開晒，即係冼維堅啊呢啲咧，全部離開晒，就去晒會德豐啊，去晒其他地方做。呢個就係咁樣樣嘅。咁嗱呢一次就係新世界嘅家族政變嚇。呢個鄭志剛離開呢一個家族事業，佢俾個台階佢下，再翻嚟做嘅機會咧，已經係微乎其微。點解咧？呢一個馬紹良如果做得好，挽救到新世界，咁佢有段時期穩定咗新世界過嚟咧，就會交俾鄭家純嘅第二仔，呢一個係鄭志明或者鄭三仔鄭志良去做。因為其中有一樣嘢咧，有心病嘅呢個鄭家純同埋鄭志剛有心病咧，就因為你知鄭家純咧，當年咧阿 Blue Blood 啊，即係幫阿黃接柱啊，呢個係嗰個個法官個女咧，就同阿鄭家純生咗唔知2個定3個仔啊！今時今日咧就10幾20歲，呢2、3個人咧就並唔喺家族繼承入邊嘅，而鄭家純將佢擺咗入去家室，意圖將佢 work into 個 family succession 嘅計劃入邊。呢個咧鄭志剛咧其實咧就唔係好贊成。嗱呢樣嘢咧就造成父子之間嘅一個嫌隙嘅。第二當然係新世界嘅業務大鑊。但呢個又唔能夠完全怪呢個鄭志剛嘅，因為即係所有地產公司嘅業務都係咁下落啦。鄭志剛喺告別嘅誓詞咧，覺得自己做得唔錯嘅。咁呢個佢冇深切檢討到。你作為一個掌舵人，你係要睇埋宏觀經濟嘅局勢，就唔係咧就係照住過去嘅政策做就得嘅。呢一個係。咁跟住落嚟咧，我覺得佢翻去嘅機會咧就係唔大噶啦。而呢個鄭家呢個新世界集團喺4大地產公司入邊咧，佢係最弱勢嘅，連信和遠遠都比唔上嘅。咁就係能唔能夠維持同埋翻身咧？既然鄭家純出咗嚟，即係佢一定會救嘅。而周大福企業啊，即係個總公司家族總公司咧，係點都有1000幾百億身家嘅。佢哋喺倫敦嘅 project 咧都好大，喺海外投資好大。真係要救新世界，佢仲係有能力救嘅。既然作咗呢個手術咧，我諗鄭家純咧係唔會放棄新世界嘅。咁但係新世界又再跌咗個層次，呢個就再跌咗個層次。佢仲能唔能維持到4大地產公司嘅地位咧，係好值得懷疑嘅。好嘛？呢段講到呢度。薩瓦迪卡，時代紅米有新菜式啦！今次介紹泰式食品。講起泰國，點可以冇無骨海南雞肉嫩多汁，配上獨家酸辣汁同埋川青瓜，仲有雞油飯，特別開胃，66蚊啫。泰北番茄濃湯、海鮮金邊粉，有魚片、鮮蝦、帆立貝同蟹柳，
濃郁嘅番茄湯，加埋適量嘅辣度，真係越望越想食，都係66蚊啫。最後仲有炭燒豬頸肉煎蛋飯，配泰式香茅雞翼，豬頸肉外脆內軟，不肥不瘦，香茅雞翼再加埋脆片煎蛋，簡直大滿足，都係63蚊啫。以上跟餐就奉送熱飲，如果添加泰國 feel 加10蚊，就轉做椰果麗香果凍梳打，或者其他2款 XXL 嘅果凍梳打都得。嗱，呢個就係我哋5間鋪嘅地址：荔枝角、長沙灣道、新蒲崗、六合街、慈雲山。呢個就係呢個旭華里沙田店、沙角村、馬鞍山店、新界沙田馬鞍山西沙路632號、眾安商場1樓113號鋪。大家記住嚟幫襯下啦！我哋已經係無論服務或者產品嘅質素都痛下決心，就改善咗好多。希望大家多多嚟支持。